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他们为什么来到1921，我是李晨，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是波波。因为在之前的影片里面呢，我发现主要都是像我的盟友在讲干话，或者是我经历到什么东西，比较少在讲关于我，所以观众好像不太了解我这个人啊，所以今天是特别主题，会介绍一些为什么我来到921，还有为什么退坑，以及一些阿姨想知道的八卦。然后欢迎我们上一集备受好评的彩蛋绿星。Hello， 大家好。那波波，你之前玩过什么游戏呢？之前玩的都是一些单机，什么益智小游戏，就挺无聊的吧，没什么延续性。好，那你是什么机缘下来万国的？就是在期中考的前一天，我记得超清楚了。我前男友就下载了万国，然后他就玩，大概玩半小时，然后他说还不错玩，然后我就也下载了。为什么会选择那个猫猫从咖坡当你的头像呢？其实一开始不是用咖波，一开始就随便选，然后后来我们要去一个外国盟，然后要取一个外国名字，因为那时候华人被讨厌，所以我就选了2个我喜欢的东西，一个就是卡纳赫拉的那个批注，然后一个就是卡波，然后取了一个英文名叫 Pisky Cabo。但是因为我的后来去的华人盟，他们看不懂 Pisky， 他们就喜欢打中文，都打卡波，所以把名字改回中文的时候就选了卡波，然后头像就跟着一起换成卡波了。那你玩了万国玩多久的时间啊？接近5年。那待过哪一些王国？原生国是1330，然后移民去了1601、1729，然后最后来到1921。打过 K1 与征服赛季吗？那你比较喜欢哪一种赛季？征服赛季。那为什么？其实我觉得 K2 还蛮无聊的，就是那个统帅都是清一色，都是什么理查查理，然后就看到一片的理查查理。征服赛季的统帅比较多啊，就比较丰富。虽然说水晶科技很讨厌，要做驻地任务也很讨厌。好，所以你喜欢选择性多的赛季就对了。对。好，那你在哪一个王国玩的最开心？921啊，待了2年呢。那为什么让你可以玩的这么开心？是什么制度还是什么人的状态吗？让你这么喜欢这个王国？其实，在来921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抱团。我觉得921的人就是会让我有那个团队归属感，还蛮强烈的吧。跟之前比起来，相对的非常强烈哦，所以是因为921给你比较多的向心力，所以让你觉得说你可以跟他们一直持续玩下去这样子。对，而且制度上是我觉得相对的很完善啦。最长是花多长的时间去打 KVK， 然后都不睡觉？20小时，我的荧幕记录是20小时，然后就是那一天应该是只睡了4个小时。你有没有偷睡觉？就偷睡那4小时这样？没有，是那4个小时是我就是很明确的说我真的要去睡觉。那白天有没有偷睡我就不记得。因为很多时候是顾着那个旗子在烧。对。好，那921以外哪一个王国让你玩到最想要退游？在921之前，在1729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是要退游，我是被拐骗来921的。啊，是谁骗你过来的？他也退坑啊，丫丫。他是用什么方法把你骗过来？他就一直劝我说：“你不要退游啊，我们一起去921那里可以卖资源。”原来是为了卖资源。我来了以后，当然要买资源啊。921里面最敬佩的玩家是谁啊？火拳。哦，不是 Tagekin 哦。没有，应该说我是中期的时候来到921，然后像 Tagekin 啊、坤哥、小神他们是比较后期的，这时候已经大佬云集了。反正就是在中期的时候，因为大佬比较少，所以那种崇拜感，我觉得可能会相对的高很多吧。好，那921里面那个你觉得最难搞的玩家是谁？七色，虽然他走了。不算，那大家都知道的不算。其实其他人，比方说难搞，之前有人会一直叫我上线盖盟框，大概就是这种等级的难搞。就是盟里的人，但他现在也没玩了。主要是他讲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难搞，但是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这样子。就是会一直叫我上线，对，一下上线盖盟框，一下什么上线联盟商店要补货，然后其他8个 R4都是干嘛的，我也不知道。好，那921里面那个啊，你们打 KVK 都会 DC 讲很久嘛？那废话最多的人是谁？废话最多，其实整个都是废话，除了指挥以外都是废话，但是大家很喜欢听废话。然后我觉得干话的话就是匪叔，我有一个播放清单，什么笑料合集，然后我点进去每个影片看，发现那个笑点几乎都是他讲出来的。
好，那你觉得在921遇过最暖男的行为是什么？在 KVK 的时候，然后可能我大喊救命啊，就是那个舞队在外面被敌人围剿的时候，然后大佬说我来啦，我来啦，我来救你这样子。他那个大佬都是谁哈？其实也不是只有一个人啊，大概应该有2、3个吧，反正有发生过几次吧。然后但是会有那种同生死共患难的感觉。好，那你遇过最渣男的行为是什么？其实之前有一个影片，就是我在骂什么921都是渣男，那个就是他们在那个 KVK 场上就卖我直接舞队就拜拜的那一种。游戏外的渣男，就是有些人会可能性骚扰或乱撩拨。对，我觉得女性玩家比较容易碰到这种有点倒霉。是怎么样的性骚扰？你发裸照吗？不是，就是讲话有点母汤，然后精确的一点的说的那种，你就觉得这个人讲话是怎样。可是因为我是个管理，然后我会觉得说我如果没有到很严重的话，我不会去跟他翻脸啦。所以通常我都是就不搭理这样。那如果有人啊，因为你常常播频道的时候，就是会用第一视角去播嘛。那有的人会说，那你这样机操不好。那你听到这样的话，你心情是怎么样？就摆烂。没有，就是你爱看不看随便。但是我发现就是会用第一视角，是因为我发现这样收视率比较好。边看边骂，一直点这样，就会很多次点。对。好，那你跟921玩家哪一些有线下见面过，然后印象最深刻的是谁？其实见过蛮多的，武堂，然后 Drift， 然后悠悠、猫猫、丹丹，驱动有戴口罩，我没有看见他的脸。把它拔掉啊，把口罩拔掉啊，看一下脸。印象最深刻，也没有说什么特别深刻吧，就是见到本人就会很高兴啊，就有这个缘分。除了语音以外，居然还可以见到本人，然后一起吃饭，我觉得还挺高兴的。好，那个渣男们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说921那个最多妹子的时候大概是有几个？应该是5到6个，但是在我来之前好像更多，就是大概 K3 921早期的时候。只是来之后，你说实际有开麦的，就除了我以外，就是微微姐，然后悠悠好像就没了。然后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妹子玩这种游戏啊，都比较浓，然后都不会打架。那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在其他王国有一点，但是在921，咱们猫猫呢，就真是他是不接受任何花瓶的。他曾经在管理会议上说，如果我 DKP 没过，他也要把我给0了。这么凶？对啊，这个就是非常的不疼惜。对，那我觉得啦，人活着就是一直在追寻一种理想嘛。那些理想有时候现实中比较难实现，所以我们就会投射到游戏里。然后这样的话，就通常就是会去当国王或阿士啊，然后去花时间去建立一个理想的王国。那你心中的理想王国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一开始就只是一个非常平凡的玩家，然后我会当上R4是因为我话比较多，我是会话唠。那时候在1330，然后就开始做一些比较事务的东西，因为账号没有什么氪金，所以就靠着这些做行政的工作去取得拿奖励的资格。所以一开始就是不太会打架，然后都在打工的感觉。那些大佬其实好像也能接受，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农国啦，就是个低国。一开始是为了要拿奖励，然后去做这个R4，然后渐渐的就有做出一点成就感吧，然后觉得有被需要。但是后来我们移民到下面几个王国的时候，我还是很容易的，就是甚至可能一去人家就希望我去做R4。一来是我话比较多，二来就是可能我比较有想法吧，就知道这游戏大概在玩什么。虽然那可能方向不太对，像我一开始也是很反对什么 MG 内定，但后来的整个万国的走向变成说 MG 内定是一个很必要存在的东西，它是一种王国内的资源分配，也算是给大佬说，如果你有打 KVK， 就是给他奖励，让他下次可以打得更积极，这样对大佬的肯定。早期会说给大佬，然后到后期会说要给车头，因为
如果你都给那些野战大佬，他们拿了，他们也不开期间，甚至有些大佬是他在线时间是很短的，但是因为他装备好啊，科技高啊，以前只要有 T5 就很厉害了。只要打2下，然后就击杀就很多了，就是第1名了。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上一个王国1729的时候，就是我们有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能够去驻防的人，他没有水晶科技，但是拉满水晶科技的大佬又没有练驻防。后来921就是有点没有怎么想过说要怎么样，因为那时候有点那个破罐破摔，我连921的 MG 制度是什么我都没有问，我就来了，因为朋友在这边，然后想说哦，那就来跟他们一起玩。就是超田波那个号的前主人，他跟猫猫认识，他先来了，然后我们才过来这样。我打完了2个赛季以后，然后就觉得921真的是。让我很想要为这个王国努力吧。然后打完2个 KVK 之后，猫猫就把我自动变成 R4 了。在那之前，我就只是偶尔就是他会问我，然后我给他意见，因为我做过 R4，他也知道，但是我并不想做 R4，我就是做一个很像顾问的动作，就是他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我反馈我的意见给他。改变了921的一些东西嘛，那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你改变到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真正有进行改变的，应该是在23年之后有建立那几个系统。那当然，那个系统一开始也不是说是兔给我的灵感，叫黑兔，就是做 DKP 系统的那个俄罗斯小姐姐。那个系统建立起来的时候，同时921也来了很多人，就是突然间的我们王国提升了一个档次。战力增加了20亿，在当时是非常可怕。然后联盟击杀应该是增加了2000亿，就是他们那些移民带来的，所以这东西其实是蛮大变革。然后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的工作量就突然暴增，然后我其实花了很长时间才取得平衡。那如果说心目中理想的王国，到最后其实我是有取到一个平衡啦，就是我负责管 CN 的内政跟那个系统的运作，然后农盟是大家自己管，然后 MG 当然就是国王的职责啦，那个东西我不喜欢去碰，移民我也不太谈。通常我会出动去谈移民的，就是我有必要我认为有必要介入的时候，然后猫猫一直不回的那种。但是人家又是大佬啊，很害怕他跑掉。陈梦那一批对不对？陈梦那一批，他那个时候太忙了，对。然后在23年的时候，我觉得921有达到我的理想啦。一直在追求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感觉。然后我有写在921的招生文里面，那是引用自电视剧《一念关山》，很好看。16个字：山水相逢，并肩而行，风雨共度，悲欢与共。就是我追求的一种伙伴的感觉。对，那你觉得现在921离你的理想王国的完成度大概有几个 %？在我想退坑之前，其实是一个心满意足的状态，所以有几个%，可以说是99%吗？但是你说美中不足的部分，可能就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争执吧，就是一些小事情的争执，但是不会说造成很严重的情况啦。那到最后选择离开，其实跟理不理想就比较没什么关系了。我觉得你像是完成理想后，然后就可以退游了，然后就不会看到他下班。你说如果说整个游戏的理想，那我其实该玩的都玩过了，唯一没有玩到的就是奥西里斯联赛的冠军吧。对，就除了这个以外，其他都玩过了。好，那当管理，你最喜欢做的工作是哪一种？其实没有特别喜欢什么，就只有不讨厌，然后把讨厌的丢给别人做。那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外交，以前在729有做过外交，然后来921猫猫会做所有的外交，就很高兴很放心。那个听说921有人很喜欢在那个微信那个 @all 啊，然后一天@好多遍，你有没有话要对那个人说？那个每5分钟就@all 啊，在 KVK 的时候就是猫猫啊，说要对他说什么，
其实我平常跟他话也挺多的，所以该说的都说了。要在大家面前说的，可能就是希望他赶快长大吧，自立自强。他不是一个很糟糕的国王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因为当时我要宣布我要退游，然后好像很多人认为是他的问题。我必须说，那也不能说是他的问题。这个后面再讲。猫猫其实是一个很认真的国王，所以我会待在9212年，也是因为他的态度很认真，然后我们之间很像合伙人这样。那你这么会计算那个 DKP， 然后921的系统也非常的完整，是你本来就有这个兴趣吗？一开始是因为火拳退游了，没有人算 DKP， 以前是火拳在算的，然后猫猫的数学非常的不好。他的数学不好到我跟他说完那个公式，他也不知道在干嘛，所以那一季当然就是我来做，然后我就在研究那个 Excel， 然后怎么下公式，怎么弄，那个好痛苦。然后后来就是斐叔他们来了，然后他就说黑兔很会做那个，然后我们就很高兴，黑兔就做了一个 DKP 系统，那还有一个影片，那个介绍影片，只要做完那个系统，我就开始研究那个 Looker Studio 要怎么用，然后所以我又建了另外一个系统，然后加上那个 Google Apps Script， 因为我自己是那个程式开发的，所以我学那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还算容易啦，所以又建了那个系统之后，921的整个运作变得非常的自动化。对，所以就是是业内行为吗？很容易把自己的专业应用在游戏上。我觉得挺开心的啊，只是我相信那个游戏里面一定还有不少的那个软体工程师，但是他们就没有去写。要有热情，对。那你打过火拳跟坤哥跟斐叔这些大佬号啊，那你觉得开大佬号装逼有没有什么压力？其实我一开始拿这些号是主要是为了联赛，然后斐叔是因为他想要叫我帮他打埃及。那他们其实对我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借我号，然后人也很好，他们不太会要求，顶多就是嘴巴贱说帮我采集一下，那我没有采，他们也不会怎么样。真正有压力的是 KPK 的时候，指挥会说，你不是有那个哪个大佬的号，你去开一下，开一下集结，放一下驻防，然后我整个人就在那里切账号。切账号也很忙耶，还有好多台手机耶。因为我有时候在开直播，所以其实就是变成说我是可能2台或3台，但是我大概发现2台就有点忙不过来了。而且以前那个切账号是非常非常麻烦的，没有像现在有那个记录，所以特别痛苦，特别痛苦。我的 Google 就是登满了各种大佬的账号。那个人生有很多个阶段嘛，那其中一个阶段就是生小孩。那你在921当了这么久的保姆，好像已经体验到那个带小孩的乐趣了。那你未来还会想要生小孩吗？不会，没有啦，就是那是自己人生的考量吧。我会说我是保姆，是因为他们表现得很像巨婴，就是要什么事情都来找我，就是屁点大的事或是很严重的事，不管什么事都第一个回过头说波波怎么办的那种。就除了 KVK 在战场上我的地位是最低的，但是就除了 KVK 以外的所有的事情，都第一个先回都找我。但是想不想生小孩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些那个家族遗传史，我觉得生小孩好像也没比较好。我妈说她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爸还是想生我，对，所以才有现在。可能是我年纪还没到啦，我觉得要对一个人负责至少20年，有点难，因为我连自己有时候都搞不太定。好，那个退友啊，通常是很多原因造成的啊。那你退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很多重的原因去累积的，所以我不会说它有一个主要的原因。那这点我在921其实我有写一个小作文给他们，但我相信他们一定没有认真看。那第一个理由是作为管理，我前面有提到，这个不管什么大小事，他们就是巨婴嘛，就第一个先回过头找我。我知道那是对我的一种信任，但是这种信任久了就会变成一种压迫感。然后或者说可能是我自己态度的问题，我对人我不会特别表现说我的喜恶，可能有些人讲话是我觉得有点性别歧视对女生，但是我不会当下发作，或是
我不会跟他翻脸，也不会跟他吵，也不会想要跟他 argue 什么，因为那个东西讲了也没用，人家就是那个思想就在那里，然后会把气氛搞得很僵，我觉得不好，就是诸如此类的。其实我一直在忍，然后把自己变得有点像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在做所有的工作吧。那第二一点就是前面也有提到，我有很多大佬的号，就是我们都是同个王国，那他们都跟我有时差，所以 KVK 的时候就是一直被叫去开。其实这很影响游戏体验，因为我还有我自己的号要养，我也有我自己的那个 DKP 要打。那你打野战就是开个大扩是4个小时，但是你打到一半就突然说什么要去切哪个账号放驻防，切哪个账号开集结，开了集结呢也不能把账号切走，因为随时要取消。虽然说现在可以卡一兵，但是集结开出去了，你还是可能随时要取消。然后我自己也是个驻防，所以其实这都很影响我在体验这个游戏。那最后就是一些我个人的问题，我跟一些成员之间有一些私人的问题，这个比较不方便讲，因为就讲出来还蛮丢脸的。这些东西其实堆积起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在打那个786的割果长城的时候，那个语音的气氛非常不好，然后他们一直吼来吼去，我就说你们一群爷们一直在吼来吼去的。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在浪费时间。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我23年年初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想法，我只是很想逃离，但是后来我又回来。但是因为那一次那个割果长城，那个是我第一次萌生这种想法。到后来因为发生了这最后一件事，我觉得说可能这就是一个下定决心的关键吧。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是全部，前面已经累积了很多事情，然后它只是就是一个催化剂，让我去下定决心说我要离开这个游戏，因为我情绪再也受不了。那段很惨的时间里面，我是开着这个游戏，我每分每秒都觉得我的 HP 是减999那种，一秒一秒的在这跳。然后刚好又很接近要打官司，要打1818，就是上一季。所以其实我开第一天直播的时候，我情绪就已经临界值了，因为我前面其实一直在忍耐。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作为一个管理，作为一个主播，还是作为一个91的玩家，都要去做好的事情。但是因为到那时候我真的已经忍了很久，已经受不了，然后我就爆了。所以后面你说看不到直播，就是我，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我个人情绪有点应付不过来，我整个人是在爆炸状态，人一直在崩溃啦。我也不会说砸东西什么，就是看到游戏就很难受，非常难受。我觉得是自己给的压力太大，所以就没有办法体验到玩的这种感觉，你已经把它当工作了。对，我常常觉得我在工作，不是在游戏，所以就决定说，我就觉得玩个游戏干嘛这么累，然后还弄到自己身心俱疲。不管是生理上，其实我一直在生病，我一直在感冒，一直休赛期的时候常常就是在感冒，然后到 KVK 好了，然后 KVK 结束又继续感冒。光是生理上，然后还有高考曾经因为熬夜的关系停经半年以上，然后到这一次是我连心理都生病了，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吧？就是这已经不是玩游戏了，这是人间炼狱。那虽然说你说要退游了，但你毕竟在921待了2年嘛，那一定会跟其他人有一些感情。那如果921需要你帮忙，你会想要做哪一种工作？其实当初在讲退游，我很早就跟猫猫说了，然后他也是不太希望，这每个人都在挽留我啦。那我是跟猫猫说，我可以帮他做一些数据的工作，因为那个东西不需要打开游戏就可以做，只需要剪布，然后也算是在我专业领域内的东西。我觉得那时候有在考虑说要怎么做才可以对921的影响降到最低啦。我知道我离开一定会有，那也蛮多人在挽留我的，但是我必须说，就是他们真的体会不到我的感觉。好，那你既然上了那么多大佬的号，那你们会不会有机会发展出游戏以外的感情？游戏以外的感情，
我觉得跟有没有号没有关系，主要就是看个性。那我个人的想法，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说网络上的东西不要太当真，那我是觉得说网络它只是一个媒介，就是去认识人的一个管道，所以在现实认识的朋友跟网络认识的朋友，我不会觉得差，我的态度上不会差太多，就是你愿意跟我聊，然后我们个性合得来，聊得起来，就有缘分的话，就自然会做朋友。所以游戏外的感情，就是到后面大家会想见面啊，或是常常语音，有些人在国外嘛，对，就是一些私人上的交情吧。就是有几个人是这样，但是跟我有没有他们的号就没什么关系了。好，所以是看人不看号就对了。对，当然你说特别想要认识大佬，会有几个大佬是这样子。那我觉得是他们的个人特质啊，就是会吸引我去认识他们，然后可能跟他多聊一点。那如果他愿意跟我做朋友的话，那就是我们会继续聊天起来。好。那针对万国觉醒啊优化，你有什么建议？之前那见面会没有问这一题。有很多哦，就是像是什么数据相关的功能，以前会抱怨一大堆，那么官方那个扫描数据在结算后才出来，里面还包含一堆T1，谁知道那是真的假的？还有联赛的分区，第一区越来越大，然后 iPad 的旁边的队伍，之前有盟友说应该要跟电脑版一样，就是可以看到全部，就是5队就看到5队，7队就看到7队。我也不懂他为什么不做开来。然后还有联盟名单内的那个找人，我还特地去那个莉蒂斯，就是万国的那个官方 DC 流，结果他做出来一个我也觉得很四不像的东西，我就不懂一个搜寻有那么难做吗？那个真的那个对，那个好白痴。然后我还要教我的盟友怎么用，他们就然后下次还是不会用。那玩国内的建筑遣返，那个也是，就是有人一兵在那里挂20天还不会回家，就只能把他踢出去，然后踢出去又不高兴。好，那你最不喜欢别人问你什么问题，然后你可以趁现在跟他们讲，然后让他们以后不要再讲了。问什么问题最不喜欢，其实挺多的吧。就常常被问说，就是叫我赶快去找对象啊，就是一些比较古老的想法吧。没有啦，那个其实就听听就好，就因为我爸妈不会催我，所以我就是挺无所谓的，就是不关心你生活这样。就其实那也是我妈说，那应该就是没话讲才会讲这种问题。但是说真的很讨厌人家问的。现在的话，就是有些人会一直去纠结说我退坑的理由，然后去追问，尤其是921的玩家。其实那个原因说起来就是有点复杂。那我觉得说，因为是我私人的问题，我也不想要昭告天下。那大家一直在猜，对我来说有点是2度伤害、3度伤害。那我这个人是很直接的，我说不要追究就是不要追究，我不会说1让你猜2啊。那他们可能，我觉得很遗憾的是，毕竟大家都待在一个王国至少有1年2年了，老921是2年，那比较新的人可能也至少有1-2个赛季，居然还不懂我，所以我觉得有点遗憾。对，有人要问为什么老是打顺风局，我刚刚才看。就是你的粉丝问说为什么921都打顺风局？我觉得其实没有很顺风，但是有些人觉得很顺风嘛，那些野王觉得不满足，其实那也是匹配上的问题。但是作为那个20小时都在线的人，我觉得挺累的。然后像那个斐叔之前采访的时候说他打得很 relax， 我是心里 OS 说我快累死了。顺风局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猫猫在做外交的时候，一定是它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它不会说疯狂的想要玩什么2v4。那有些人比较不喜欢这种保守的作风嘛，对，那我们是以会赢为导向的去做这个外交，那不是说一面倒的那种赢，但是至少要会赢，至少账面上不要落差太大。那有些人比较不满意这种，他们想要轰轰烈烈的打啊，那就是一个王国经营理念的问题，那就见仁见智。我觉得不满意的人你可以移民走，那能接受的人就留下来。
对，就有点像公司那样，公司政策你不喜欢，你就离职去找下一份工作。那你喜欢这间公司，想为他卖命就进来啊，只是我们不是来赚钱的，就是花钱买感受。不合而来，合则来，不合则去啊。对啊，不用勉强。对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对，万国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你最后想跟921玩家还有观众说什么？921的玩家就是希望你们留下来的话，就是继续的支持921的管理层，不要因为我不在了，好像我要死一样，不要因为我不在了就921不好了。留下来的人，希望就是他们能够继续的 enjoy 这个游戏啊。那如果移民走了呢，也希望他们在新的王国能够找到想要的东西。那退坑的人也是希望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面能追寻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也自己正在努力。那想对观众说的话就是，其实经营这个频道的最一开始的初衷就是分享我在游戏里碰到的事情。其实一开始有撞墙期，在后面有渐渐的去找到说，我其实想要分享的是我在游戏里觉得开心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说921的那些什么战精华，有些就挺搞笑的，比较不高兴的部分，其实我是会刻意剪掉的，就是吵架的那种，就是希望能够分享快乐啦。所以你会说，有些人会说要不要做个影片啊，去说官方怎么样，然后像上次那个什么 VPN 充值的那个事件。然后或是抱怨这游戏什么的，我比较不会愿意去做这种影片，或是跟 drama 有关的，因为我希望就是那跟我理想的有点不相干啦。那也很谢谢观众，虽然我不玩了啦，还愿意继续支持我，没有退订，会不会讲完就退订了？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我也是在摸索，说要不要做一些别的主题，不一定是游戏，可能就真的就是叫只是小日常。以前是游戏日常，现在可能就会渐渐导向其他方面吧。那就谢谢大家这段的时间的支持。那以后我也会看能不能努力一点。现在是因为我的电脑是坏掉了。然后以前直播的那也是我的上一份工作的工作机缴回公司了，现在新的工作没有配笔电，所以产量会有点低。那之后就是再努力。是，谢谢大家收看我这一集的废话。以上就是他们为什么来到1921的第4集，谢谢绿星。突然被拷问，好紧张。希望有满足到观众想要问的问题，然后不认识我的人可以多认识我一点。下一集的话，等我的电脑准备好了，可能才会去找大佬吧。啊，那个如果有想要特别想要采访哪一位的话呢，也是一样在下方的问卷进行留言。啊，谢谢大家，拜拜，拜拜。好，那你跟那个1568的汉堡啊，有没有什么新仇旧恨啊？其实这是921跟568之间的那个过节，但是因为568就只有汉堡一个人一直出来逼逼，所以就搞得好像我在针对汉堡一样，其实也没有。但是921会跟568结仇，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加强版那一季的时候，加强版就是我开始做主播的那一季，那刚好以前921有一批华人从921移民到了568，那一次配对在一起了，他们就很想要打爆921，在外交上面也是有刻意的刁难921。他们后来因为赢了，但是因为他们的结盟的阵营呢，真的是比我们厉害太多了。那我们的队友又有点拉垮，所以他们也算是抱着大腿赢的，我必须这么说。他们就在 LKC 上面耀武扬威啊，铁匠就在 LKC 上说了一天一夜他怎么对猫猫不满，猫猫做了什么事情让他好不爽，他说哪里不爽。然后有一个我忘了叫什么，好像是 KMK 吧，然后他就说我是猫猫的奶妈，我想想好像也是哦。突然觉得好像挺有道理的耶。
就是这种东西。然后他们又在那个某位主播的大群里面呢，整天说什么921哪里不好啊，在那个赛季的时候就有在讲这件事情，这挺多奇怪的图流出来的。然后好像当我们921都没人，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是他就要颠倒黑白，说921是抱着大腿的。那也说近期的话，就是真的就是汉堡在那里逼逼，好像也是在讲说碰到921就一定要跟921打。然后有人就把那个对话传给我，就是微信转发，我就看了看，我就去我的赖群就照他的话原封不动的讲了一遍。然后很快这件事情呢，就传回了汉堡那里去，很好笑。然后汉堡就抓着一个认识我的人，那个人就是一元，他就抓着一元说问说他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讲给我。然后一元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他可能以为那个群只有一元认识我吧，那个群里面有500人，他随便讲一句。他也不止讲一句，他讲了一大堆那个有关1921的东西，然后其他499个人都看得见，谁没有几个朋友啊？就是华人圈子那么小，抬头不见低头见，他随便讲几句我都知道，好不好？就挺白痴的。然后他在那里就那个追着，然后质问人家说为什么要讲给我听，我就觉得莫名其妙。然后到我面前又不敢讲，就出一张嘴。